今天的辩题为应不应该杀一救百。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有请。问候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我们讨论这道题的意义也在于，在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你必须要做出2选1的抉择。没有谁会在有很多时间去琢磨有最优解或者已经有最优解的情况下去讨论，你觉得到底是杀一救百，还是活一个去死100个呢？比如说，在2战时期的考文垂事件，图灵破解了德军的密码系统。得知在短时间内德军将轰炸考文垂，唯一的方法就是拉响警报，疏散全城救人。可是这样一来，德军将发现自己密码本被破解，更换新密码，破解系统将失去作用，造成巨大伤亡。丘吉尔忍痛不做疏散，虽然考文垂的人牺牲了，但是密码系统为后来的作用提前结束了2战，解救了近2000余万人。此时的伤害是最小的。投向广岛和长崎的2颗原子弹，据美军统计，如果不炸，多达100余万人要死亡。炸了，尽管也有少量牺牲，但是提前终止了2战，达到最小伤害。此时，作为决策者，无论是哪一种决策，都会有部分人的牺牲，我们没有办法去比较哪一个更加不道德或者更加不正义，但是在紧急需要做出抉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哪一种抉择可以达到最小伤害，就选哪一种。在这个情况下，数量恰恰可以去衡量伤害的大小，为了让更少的人死亡，只能牺牲少部分人。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通过数量上的比较来做出选择。比如说事故评级，死亡30人以上是重特大事故，3人以下是一般事故。新闻联播等更多的报道会侧重于重特大事故，而且在社会上会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死伤1人的小车祸每天都有发生，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提到战争惨案，为什么第一反应会是南京大屠杀，而很少有人会知道说廊坊保卫战？因为在数量上来讲，无辜牺牲的人民更多，纪念的意义价值也不同。因此，在紧急情况内迫切的需要抉择，我们选择通过数量上的判断来达到最小伤害。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应该杀一救百。谢谢。谢谢正方一辩，民方还剩下的时间是16分钟39秒。现在是质询环节，有请反方4辩向正方一辩进行质询，有请。您提到了几个例子啊，第一个考文垂，你觉得这是杀一救百吗？对。杀一救百，被动的也叫吗？是丘吉尔主动的做出选择。杀是一个主动的动作，还是一个被动的动作？只能说丘吉尔主动的去选择牺牲考文垂的人，来救更多英国的人。战争是丘吉尔发动的吗？没有，是德军发动的吗？轰炸是丘吉尔发动的吗？没有，可是是丘吉尔主动做出的选择，去杀一救百呀。杀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主动的吧？是丘吉尔选择的，只能说主动的选择的还是被动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对方你要看到底是谁去杀，我方说的丘吉尔去杀就是主动的去杀。你觉得这个账要算在丘吉尔身上，而不是德国人身上？但是这个情况之下是德国人造成的情况，可是选择是丘吉尔做出的选择所以在绑架案发生的时候，你是站在绑匪那一边的。没有这个意思，对方没有你不要这样给我设限。你没有这个意思，好，明白了。第二个，广岛，你觉得广岛这个案件里边啊，这个案例里边啊，美国人是为了什么而去轰炸广岛的？他是为了最快提前结束2战，是为了救日本人吗？没有，他是为了救全世界参加2战。是不是为了救日本人？是为了提前结束2战。是不是为了救日本人？可能也包括里面那些无辜的人吧。所以美国人是为了救日本人而去轰炸广岛的。对，你不要这样，就揪一小点，还有别的嘛。我问你，很简单，美国人是为了救自己人还是为了救敌人？就大家呀，就好多人。他真的这么宽厚吗？那你怎么知道呢？好，我这么来说吧，我能不能这么理解？美国人轰炸广岛其实是为了节省自己战争成本。
那同时也可以救人嘛，不冲突。但是目的不是救人，那不一定，至少不是救日本人。可能就是救大家，也好可能也会包括日本人，不要这么想。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双方代表。那反方的时间还剩下17分钟18秒，现在有请反方一辩进行议论，有请。好的，稍微讲两句对方的例子。第一件事，对方告诉我们说，在事故中衡量一件事故的大小，死一个人和死30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的命的价值是可以衡量的。这误会了一个法律意识上面赔偿的概念和一个实际上人的价值的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杀一个人和杀30个人，那基本上是一回事儿，不会因为你杀30个人你就被判的久一点，杀一个人你被判的轻一点，或者杀一个人居然是可以被原谅的，你只要杀5个人以上，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不是这样的。杀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为什么说在那件事中丘吉尔不应该负责？有一个电影大家没看过，可能也听说过，叫做《苏菲的选择》。德军让他在2个孩子中选一个活一个，他选的人可以活下来，他不选的人可以死去。那难道这个母亲到最后就成了杀死自己儿子或者女儿的杀人犯吗？显然不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不能叫杀，主动才是杀。其实对方今天给我们做假设或者举很多极端的情况，没必要。杀一就百的这种现实，在现代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情境中。简单算个账，如果说我今天出去，一个执着而疯狂的医生立刻把我杀死，用行之有效的手段把我分拣，那么我至少可以救活以下这些人。我可以用我的2个眼睛，至少让2个盲人恢复视力。我可以用我的心和肺一起移植，救活一个心肺衰竭的病人。把我的血液分成3份，输给3个人，可以使3个因为失血过多而濒临死亡的人重获新生。把我的肝切成3份，可以使3个肝衰竭的病人获得健康。把我的肾分别捐给2个肾衰竭的病人，他们能够活过来。把我的骨髓全部捐给那些白血病的人，还不知道多少人能够获救。所以杀了我也可以救百。可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疯狂的医生等在每一扇门的背后，期待着杀掉一个健康的人，救活100个病人呢？因为我们在心理上，哪怕是用直觉的道德去判断，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件哪怕用直觉的道德都可以判断出不对的事情，却会容易被误会为好像是道德的呢？因为这件事和一件特别道德的事情很像，那就是牺牲自己去完成别人。我们在捐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钱去捐给别人，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可是如果说二辩你好有钱啊，把你所有的钱都捐出来去救穷人，你不捐我就杀了你，这种行为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奇怪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这个是你牺牲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杀一救百的问题也在这儿，你牺牲的不是自己，而是强迫去牺牲别人。对方可能会问了，那罗淼你可以自杀啊，然后让你的器官去救活所有的人啊，这是不是变得高尚了？不是的，因为这种行为始终需要其他人的广泛的协助，而那些广泛协助你的人，其实是在牺牲你去拯救别人。所以一旦意味着你要主动的借花献佛或者慷他人之慨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开始变质了。最后我要说一下，根本杀一救百意味着一个什么呢？它意味着人的价值是可以简单通过数据的方法被计算的。不是这样的，如果可以的话，就会回到我开头讲的那个例子，人会变成一个全身都是宝的东西，你知道吗？当我们称赞某一种动物全身都是宝的时候，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诅咒。猪全身都是宝，可以吃，可以做衣服，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各种用品。海豹全身都是宝，海象全身都是宝，牛全身都是宝。任何一种全身都是宝的动物，要么被豢养起来等待屠宰，要么就会濒临灭绝。如果有一天我们用杀一救百的方式看待我们人类自己，下一个浑身就是宝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下一个灭绝的也就是我们人类自己。谢谢。谢谢反方一辩，您方还剩下的时间是13分钟52秒。现在有请正方4辩质询反方一辩，有请。有请学长。来，请问对方学长一个问题。首先，今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有意义的情况下，是不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只能2选1，杀一救百，杀百救一，就这2种情况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了，开出一大段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一个假设。这不是一个假设，为什么？还有存在其他情况吗？现在杀了我可以救100个病人。
哦不，现在杀了你可以救100个病人，我们大家都没有杀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医疗我们有时间去考虑怎么救其他的病人，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考虑最优解。你不知道，所以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是两难的选择。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他的肾的配型只和我一样。如果那个医生愿意钻研的话，干掉我。对方不要。好，肾的配型跟你不一样，我们还有时间去发展医学嘛？来，请问一下，是不是我们今天？不是你没听懂我的答案，不好意思，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是世界上有2个人的肾，他的配型和我是一样的。那个医生只要愿意，他干掉我，拿这2个肾去救那2个人，这完全不存在什么还要等待医学发展的问题。现在的医学技术足以解决。我明白你的意思。回头来看我们的例子，比如说在考文垂这个例子里边，德军轰炸机在短时间内只有起飞了，我们只有拉响警报，疏散这个民众，才有可能避免这次轰炸。这是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就是说，只有让这100个人死，或者让那1个人死，只有这2个选择。这个例子是不对的。凶手是德国人，不是丘吉尔。你应该给我举的例子是丘吉尔突然发现，如果他自己去轰炸了考文垂，能够救其他的地方。我们再来讨论。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换个例子，谢谢。丘吉尔可不可以救这些人？可不可以救那考文垂本来就会死的那1个人？可以救和不救而杀人完全是2个概念。对，麻烦你帮我换个例子。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这场事故当中一定会死1个人，会死100个人，对吧？对，好，谢谢。谢谢双方代表。好吧。正方还剩下的时间是15分钟03秒。现在有请正方2辩进行议论，有请。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首先，对方学长可能在前提上面对我和我方存在一些误差，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辩题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讨论它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会讨论杀一救百？即我们只可能出现2种结果：一个人死，100个人活，或者是1个人活，100个人死。所以，我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这样去思考，才会从这两难当中做出一个抉择。而对方学长给我们举的例子，例如那一个极端的医生想杀掉一个人，用他的器官去救活那其他的人，即不存在我们的紧急情况当中，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如果对方学长还想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阐述，请在今后的环节跟我们做出一些讨论。第二点是对方学长在直接和间接的杀人中和我方存在一些理解上的误差。我们去杀掉那1个人是我们主动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杀掉了他。我们不去做那个选择去杀掉那100个人，似乎好像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主动的动作，但我们人在其位，我们可以做到选择。那100个人的生命现在交付在你的手上，你可以选择救他们，然而你没有，这就是间接杀人。在欧美的很多法律中，见死不救，你有这个很大的机会去救他们，即是犯法。然后我们再看这1个人和这100个人，在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状况之下，他们没有人本来应该去死的。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一点，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没有人本来应该去死。这1个人和这100个人，他们本来都是无辜的。再看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我们无法去判断他的生存状况，我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是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方才觉得应该会用一个数字来衡量，用数字来衡量如何达到一种最小的伤害。就例如在我们的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去主动的去伤害那些日本本岛的本岛的居民？我们想投到的原子弹，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尽早的结束战争，去阻止日军在伤害中可能会延长的2年伤害，去伤害更多的100余万盟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数字想达到一种减小伤害，我们觉得应该杀一救百。谢谢。谢谢正方2辩，您方还剩下的时间是12分钟26秒。现在有请反方3辩对正方2辩进行质询，有请。
好，对方朋友你好。哎，您好。好，先确认几个概念。您方觉得今天杀一救百，或者是不选择杀一救百，是一个自主的选择，对不对？是因为选择权交在您手上，您就有机会可以去救到那100个人，或者杀掉那一个人。自主的选择。如果今天我说一个暴君判处我死刑，我可以自主选择是上吊死还是车裂死，所以你方觉得我是自主的选择了去死这个行为，所以我是自杀吗？不，这个不是，不是。所以说，当你的自主选择必须是你要可以自主的根据自己的意志来选择，而不是说逼你必须在2个你都不想选的选项中不得不进行一个选项，这个不叫自主选择吧，对不对？他在这个选择里面，他必须择其一。如果他不去做那选择，是自主选择，还是我不得不去随便选一个东西，或者我不得不去选择一个东西？这个不叫做自主的选择，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衡量去选择一种方式来达到最小伤害，叫做自主的选择吗？杀一救百，他内心其实是不愿意的。如果我们可以救到100内心是不愿意的，所以您方觉得是要在紧急的情况下。那我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非要讨论在紧急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辩题的时候，我们会去讨论它的语境，讨论它的意义。为什么语境非要是紧急的情况？是不是你方觉得在普通的情况下杀一救百好像不那么正常？如果在普通的情况下，我们似乎像对方一辩学长所说的，我们会有情况去思考，说不定我们可以救到101个人。那你方觉得在普通的情况下，或者不是说在你方提供的这样情境下，应该杀一救百吗？所以。就是因为在普通的情况下，我们不想去搞事，我们不会不是在搞事，因为按照你方今天的说法，这个东西叫做可以让结果更好。如果从本着结果的出发的话，在普通情况下，比如说罗淼举出那个例子，杀一救百，同样也能够救百，为什么普通情况下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我们无法判断，在紧急的时间无法判断。既然是无法判断，为什么你方又告诉我是自主选择？我们是无法判断的自主选择，不是无法判断的自主选择。为什么今天要加上应该2个字？还是你方觉得其实不那么应该，只是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没有办法，我们就要做到一种最小的伤害。所以第一，它不叫做自主选择；第二，你方也觉得在紧急情况下，好像才不得不是，因为普通情况下，比如说像罗淼举的这个例子，你方也觉得不应该。那我们来谈一谈应该好了。你方觉得应该这个词代表了什么？应该代表一种价值导向。价值导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您方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应该是鼓励大家这样做，提倡大家这样做？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可以在普通情况下这样做？如果在您方设定的那种情况下，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去研究更多的医学之类的，我们觉得我们会不提倡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在一定的语境之下，我们才会碰到这样两难的抉择，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OK， 好的，大概知道你的意思。我们要做到这样的选择。OK， 大概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既然是一个价值导向，在普通情况下同样也不值得提倡。为什么？等一下我解释。谢谢。谢谢双方代表，反方还剩下的时间是10分钟53秒。现在有请反方2辩进行议论，有请。好的，谢谢主席。我把刚才几个问题再梳理一下，这样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首先呢，说那个例子的问题，对方说的不是杀一救百，是死一救百。对方的偷换核心在哪呢？是把过程和结果割裂了。这个题目杀一救百这个词的意思是通过杀一的手段达到1个人死100个人救的结果。对方只看了死一救了100的结果，却把杀一的这个手段割离开来了，所以才会有了误把杀人的帽子戴到丘吉尔的头上这样的错误事例的列举。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比较清楚了。当我们在说杀一救百的时候，我们既要考量过程当中杀一的这个动作，也要考量结果当中有1个人死了100个人活着这个结果，他们是统一考量的，而主体是一个主体，不是像您刚才说的丘吉尔和德军2个主体发出。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您就知道哪些例子是该举的，衡量一下是不是一个主体，你方有没有考量杀一这个过程和这个动作，这是第一个必要条件。对方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对方认为只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讨论，这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一件应该做的事，为什么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做？在普通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生活中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选择替代方案。像您刚才所说，
我们要用医学的法，我们为什么要优先选择一个替代方案呢？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没那么应该或者有问题呢？如果这件事情很应该，你就做就完了呀。我们说一个人不要偷钱，人不应该偷钱，得到的结果是人在紧急情况下才不能够偷钱，绝大多数日常生活中想偷就偷嘛。这件事情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所以对方又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一个只限紧急情况，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紧急情况的情况下来讨论，这太可笑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只能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大哥，你不觉得这句话是违反基本的语义的吗？这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对方的结论或者说对方的价值落脚在我们应该达到最小伤害原则，因为人的生命我们尽量少死一点的话，少死一点。换句话说，对方的价值已经很明晰了，就是人的生命和价值是可以用这个生命的数量来进行衡量的。我方认为最危险的，或者说最可怕的这个价值基石的问题出在呢，这样的情况下会消解人权，会让我们每个人极其没有安全感。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一个人可以用生命衡量的时候，当我只要今天出门，如果我的死就能换来大多于我这个人数的生命活的时候，我就随时可以会被死掉。换句话说，我们联合国宪章里所规定的基本的人权宣言化为云烟，它不可能存在了，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死，而这个死跟你曾经做过什么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你此时此刻能够救谁有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所以才会出现刚才罗苗所举的那个疯狂医生的那不叫极端情况，那日常情况。就我今天一出门有一个歹徒说，那个哥们儿，你把他杀了，我这个5个就放了，我马上就被杀了。那我们每个人会终生的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之中，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死啊？因为我会不会死这件事再也我命由天不由我。在这种所有人的生命的价值绑定在一个未知的概率上的时候，那人权谈何而在呢？所以你看起来是在用价值衡量人，本质上你在消解了人权，消解了人的价值。因为我们在用生命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背后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其他人活着的工具。而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和存在的基本尊严在于我们不是以工具的形式活着，而是作为目的本身活着。这应该是个基本的价值共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工具的形式来被量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被活的目的是由其他人来定义的，而那个其他人可能是权力，可能是大多数，可能是一切有可能存在，总之跟我的主观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会被作为工具被使用，而不是作为目的被尊重。人的权利将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保护，而这一种人类社会几乎是极端黑暗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对方要倡导一个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而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应该做的一件对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谢谢对方没有。谢谢反方2辩，您方还剩下的时间是7分钟06秒。现在有请正方3辩对反方2辩进行质询，有请。好，谢谢。首先感谢学长，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您方今天认为只要我不主动去杀就不算杀，对吗？那当然了，杀是个主动行为。那我请问您这样一个事例，小月月事件中，那路过的路人，您认为小月月死亡他们无作为，他们也不是杀，他们也不会存在任何良心或者道德上的谴责和愧疚，对吗？他们的作为在于没有帮助，他们的错不在于他们杀了小月月，法律上没有宣判那19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负有杀人犯或者过失杀人的责任。对方没有。今天您方的论点就是，只要这件事死因不是由我导致，我就完全不是杀这个责任人，对吗？当然不是第一人，因为不是你杀的，当然不是你杀的呀。所以说，今天您告诉我们，就是小月月那个几个路人，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些路人，责任不在你。我们以后遇到这种见死不救的事情，只要就比如说一个人掉进河里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我不去救他，跟我毫无关系，对吗？我再重复一遍，有责任，责任在于不救，而不是在于杀。要明晰这个责任是什么。所以说，对方没有还是在说我们之前说，只要我不作为就不算杀。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您方一直在质疑我们丘吉尔这个例子，请问对方没有，丘吉尔可不可以救那考文垂的居民？可以救啊。那他这个时候选择我不去救，在您方看来这算什么？这是不救啊！我再强调一遍，不救就是不救，不救不是杀，大哥。我小月月在那儿，我没有救她，跟我把她推到车轮下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为，无论是法律上是伦理上。
这个杀，一个是直接我导致他死亡，还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同样都是死人。所以我们认为丘吉尔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放弃了考文垂那部分居民，相当于他的手做出了决定，杀死了那被德军炸死的500余人。对方没有，我补充一句，好像你真的很危险。我路过长江边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哥在里面挣扎，然后我再看了一眼，我就路过了。我可能也不会游泳，最后我以什么罪名被审判呢？我是故意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过失杀人，都不是啊，大哥。这个时候是你不会游泳，假如你是游泳健将，大家知道了你还没有救，就比如说丘吉尔本身可以救的情况下，他没有救，算什么？所以游泳健将从江边经过，看到有人他没有跳下去，他是以什么罪被判的呢？请他们有正面告诉我，是叫什么罪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以法律上定一个罪，而且在西方法律上，见死不救不作为，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是应该被判刑的。应该被判刑，那个罪名不叫杀人罪。我再强调一遍，所以此行为非杀也。不来看这一个杀的字眼，我们之后再继续讨论。再来看，您说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倡导才叫应该。那请问，如果我今天两个国家元首，本来我们可以和平的沟通解决两国矛盾，但是两个元首，哎，好无聊啊，我们投2颗子弹吧，要不要杀一就100？你觉得会有这样的元首在不是紧急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思考吗？真的会有一个危害，但我说的是两国正常交往有矛盾，就事情不大、不紧急的情况下，我会不会说，哎，我们投2颗子弹打仗嘛？会有这样的思考吗？对，是正常情况下为什么不会呢？因为这是不应该做的事。对。但事实上它是可以做到的。对没有？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说，你们国家只有300万人，我们有3亿人，可是我们有300万人等待干移植，哎，要不我们把你们的肝挪过来吧？对没有？民方都博览群书，我实在不想觉得。就博览群书的人既然告诉我2个人无聊，我们就会想到应不应该杀一就100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搞事情吗？你也意识到了，对不对？在正常情况下，当你这么想事情是搞事，对不对？对吧？没有，所以是不应该的吧？您也说了，我们不应该搞事吧？对，学长，你也说了，正常情况下是搞事情，你也认同。所以我方今天认为，应不应该杀一就100这种思考只出现在紧急情况下，真的是两难的抉择。我们才会思考这样的题，这就是之所以我放在1遍、2遍反复跟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框架下才会讨论应不应该杀一就100。好的，那首先我非常感谢对方承认在99.99%的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您方这个价值都是不应该倡导的，而事实上这个价值在事实中完全是可行的。是这样的，99%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会有这样辩题的思考，只有那1%的情况下，我问我们之后讨论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谢谢。那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您方的辩题是有问题的，所以不那么思考。谢谢。那么正方还剩下的时间是8分钟22秒，现在是自询小结环节，有请反方3辩先进行，有请。谢谢主席，各位好。那19个见死不救的路人并没有因为杀人犯而判刑，所以见死不救跟我主动的去杀人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今天对方辩友的逻辑很奇怪，一件事情应该做，可是这件事情在普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应该做。为什么？如果一件事情你的价值判断上真的这么合理，你做事情的理由真的这么正当，为什么绝大部分情况下你都不提倡？是不是其实它就根本没那么应该？再来看看你方今天说的紧急情况，所谓的紧急情况是什么？是今天2个选择中必须要去做出一个事件非常的紧急突然。对方辩友，今天非洲也有这么多的孩子嗷嗷待哺，他也非常紧急，下一秒没有食物他就死了。那请问一下，今天应不应该把我杀掉去救他们？那么多医院的病人垂死挣扎，等不到你科学的进步，每一秒都有那么多的生命在流逝。按照你的说法，它也是紧急情况，为什么没有杀掉罗淼，把他全身肢解开来去救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你方说的紧急情况放在很多今天的情况下中依然可以适用，为什么不用？再来，第3，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叫做应该，像您方说的，这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今天这件事情按照你方的说法，充其量你可以跟我说这是我不得不去做，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能跟我说你做这件事情叫做应该。应该代表了什么？应该代表了这个东西是值得被提倡的，是我们认可的。
而按照您方今天充其量是以一个后果来论证，也就是说，生命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数字来被衡量这件事情，它是值得被提倡的吗？牺牲少数人拯救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被提倡的吗？战争也是这样发动的，因为暴君也是这么想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是这样被忽视的，因为很多看不到这些平等的人，他也是这么想的。对方辩友，仔细想一想，今天您方第一件事情，如果应该做，为什么不所有情况下都这么做？如果应该做，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其他的情况，而只有紧急情况？谢谢。谢谢反方3辩。民方所剩下的时间是5分钟09秒。现在有请正方3辩进行小结，有请。首先解决对方几个跟我们举出的例子，他们说非洲儿童马上下一秒要饿死，为什么不杀了我去救他们？为什么医生可以救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杀了罗淼学长去救他们？我方认为这种情况下虽然是紧急情况，但我方在1辩2辩中不断说紧急情况下我们只有2选1的选择。请问对方辩友，在这样的例子里2选1何在？我医生我可以选择去发展医疗科技救他们，我非洲难民我可以各国捐助救他们，这样的情况是多选的。而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是什么？这个情况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要么杀1救100，要么牺牲那1个救那100个。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思考应不应该。再来解决王梅学姐提出的，你们这个价值在99%的时候是不正当的，为什么还要倡导？我们就是因为那1%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比如说2战中那原子弹，那日本的原住居民他们也是无辜的，那盟军中的100人也是无辜的。这个情况下，我两相取较，我必须要结束这场残忍的战争，我只有这2种选择的时候，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说你杀1救100还是杀100救1，我们承认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不会有人在现实的安稳生活中会思考，哎，今天我要不要杀个1救个100，我今天要不要杀个100救个1。我们认为这样的辩题是在正常情况，在对方说的那种紧急情况但是有多项选择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思考的。而恰恰在拷问锤和原子弹这样的事例中，我们真的只有这2方选择，我们才会逼不得已的做出我们要不要牺牲那少部分的人，保全多部分人的利益。再来看陈明学长跟我们一直说消解人权，请问对方辩友，在这样两难，我无论做哪一方，杀100救1，杀1救100都是不道德的，我们都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但是我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很多不正当的事我应不应该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您仅仅守卫着你那个说消解人权，无论我选择哪一方，其实都是对人权的冲击。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样？我们说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只能以数量来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减少最小的伤害。如果说对方辩友一直倡导的我们要完善人权，不要消解人权，那好，今天汶川地震死伤几十万人，我家那边小地震也死伤几十人，我是不是应该同样降半旗，同样保证他们的人权？因为他们的价值是相等的，我应该有同样的纪念手段。为什么凭什么我家同样死了10几人，而汶川死了10几万人，他们就有降半旗的权利呢？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我们无法判断每个人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多数的那一方，因为他们的伤害更大。这一点我们在正常生活中是可以去衡量的，何况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所以我方今天认为，对方举的那些例子，无论是非洲还是医生，你们都可以多选。我方认为不会思考要不要杀1救100，而我们讨论的丘吉尔事件中、原子弹事件中，真的就迫在眉睫，只有2个选择的时候，您方要告诉我，为什么还要保全那个1，不救那个100？再来说，对方没有一直说的我不作为就是不杀人，其实我们很怕听到这种话，因为今天太多人不作为了，法律上没有，至少在中国的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不作为会怎样，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判定了，你有能力不作为的情况下视为故意杀人。
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对方一直倡导的就是小月月事件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那个路人，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会成为那个小月月，而别人不作为的时候，我们连道德或者法律上的谴责都不能去谴责他，因为他没有杀人。这就是对方所说的丘吉尔决定牺牲考文垂，丝毫不用愧疚，因为德军炸的嘛，投放原子弹的那个人丝毫不用愧疚，他不用终其一生受到良心上的忏悔。为什么？你们是战乱国，我们炸你结束战争了吗？谁的错？战争的错嘛。那终其一句，所有的错都叫战争的错，谁来有道德上的忏悔？谁来有之后的反思？这才是人类不作为最可怕的。所以希望在对方辩友之后，我们讨论中讨论一下我们这种紧急情况2选1，您方告诉我为什么不应该杀一就百？谢谢。谢谢正方3辩，您方还剩下的时间是4分钟02秒。终于来到了令人期待的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有4分钟时间，每方时间还剩30秒时，1声铃响提示，时间用尽将以2声铃响提示，辩手需立即停止发言。由正方先开始发动攻势，有请。来，对方辩友，首先请问了，数量是不是可以衡量一个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大小？数量可以衡量伤害的大小，数量不能衡量人的价值。问你那个问题了，如果说，丘吉尔杀一救百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他是不是应该为这件事情自豪、自信，甚至自满，而不是心怀愧疚和歉疚的？他不应该为考文垂的人道歉，而应该让考文垂的人代表和全英国人所有人一起一样来感谢他的选择。对不对？恰恰是我们说的，丘吉尔认为，无论是保护考文垂，还是保护更多人，就是杀掉更多人，还是杀掉考文垂，都是不正当、不道德的，所以他会愧疚。但是如果让他再次选择，他还是会下那个决定。他认为应该，这就是杀一救百。再请问您也说了，数量可以衡量一件事的严重性，那为什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不能以数量去决定救哪一方的人呢？当然不能，因为这个借口太容易被滥用，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希特勒说的原话也是这么说的呀，我们把犹太人多杀一点，这样的话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会大一点，是不是在做一件杀一救百的事情，然后觉得对方面这是一个可以宣扬的价值，是吗？对，没有。您举的那个希特勒的例子，我们说了，他有多选，只是这个人比较变态，他才会想到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说的是两者选其一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以数量来衡量？请问不以数量衡量，两者选其一，您方以什么来衡量？为什么我方举的所有例子，你方都觉得可以多选？广岛这件事情，美国也可以多选。按照你方说法，发展科技嘛。战争情况，请问你怎么发展科技？用5年的时间去发展科技吗？那2战什么时候结束？伤亡不是更多吗？来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有100个骨髓需要移植的人，他们很紧急，现在的医疗条件下，他们只有2选1，罗淼正好符合，是不是要抽干罗淼的骨髓？就给你们一个具体的人，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要杀掉他。如果罗淼学长真的愿意的话，我们尊重他的选择，我们认为他是伟大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专门找到罗淼学长说你一定要死啊，你应该去死，我们现在只能杀一救百了？而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尽量去找其他方法，实在用不出来，那些骨髓配谁的人只能说他们倒霉，但是不属于我们这种两者选其一的情况。各位学长，我知道你能说出这句话是因为我太矮被挡住了，你看不到我的眼睛。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眼睛，你说不出来这么残忍的话。其实问题是这样的，你刚才说凡是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不用这件事。其实这句话在古文里面是有讲的，什么叫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就是对这件事情本身的判断，它是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暂时选择了它。选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心怀愧疚，而不应该赋予它正向的价值，来让自己去泯灭自己的愧疚。这种愧疚是对我们人性最后的保全。如果对方把这个愧疚拿掉了，完蛋了，我今天出门就活不了了。
我们从来就说这杀100个人，杀一个人，我们内心心怀愧疚。但是我方也说了，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到这种选择，我心怀愧疚，我无法求两全，所以我想去我只是想达到最小的伤害。就像我们的投2颗原子弹是想为了保全那100万的盟军，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在投的时候，我心怀愧疚，我这一生都会不安。对方没有，再确认一遍啊！美军投下原子弹的目的，第一不是为了救日本人，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战争。美军如果按你方所说为了结束战争，想少死人方法有很多，直接投降就完了，扔什么原子弹？美军就地白旗一插，再不会有人死了，战争结束了。美军为什么没这么干呢？他把原子弹扔了的目的是为了赢，而不是为了让日本人少死一点。这个我觉得再确认一下。对，没有。那您方今天就是所有不正当或不道德的事，就是不应该做的。那请问战争这件事本身就不道德、不应该、不正当，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那么多迫不得已的选择应该去战争、应该去战斗呢？所以说嘛，道德上来讲，为什么战争经常是不正义的？因为所有的战争的人，他打的旗号都是杀一救百。IS 是为了杀一救百，希特勒也是为了杀一救百，所以这就是李方的观点，会导致出杀一救百的一个恶果嘛。不，我有很多战争是迫于无奈，比如说抗日战争，我们被侵犯，所以我们以戈止战，这就是无奈。然后对方对我所说的不正义，其实是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之下，我们应该做那种。这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应该杀一救百，一种是应该杀百救一。只有这2种选择下，我们选择应该杀一救百，不是说我们应该去做这个选择。哎，你方也觉得做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做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点不得已，为什么您方还要给他一个正向的鼓励，跟我说应该？代表你可以这样做，但你不应该这样做。对，这不是一种正向的鼓励，而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如果像对方面有那么说，我们谁来做这个决策？我们习惯了安稳的生活之后，我们说在这种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做一些可能我们违背良心或者违背道德的事。所以今天对方没有，您要告诉我，为什么一件违背道德的事，在我们这种框架下就是绝对不应该的？那2颗原子弹的事，您方真的要发展科技去解决吗？是您方说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就要发展科技的，好像在遇到原子弹这种紧急情况，他就不能发展科技了。遇到那100个肾移植的病人，他们就有时间等科技发展过来。而且原子弹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这个2选1的过程，我们还有无数种选择。美军可以登陆作战，美军可以非原子弹的远程轰炸，直接东京轰炸，有无数种选择。为什么要做出您这种选择？您觉得是应该的呢？所以广岛和长崎的人民就是该死的，是这个意思吗？对，盟军的统帅部觉得做其他所有的选择要多死100万人，100万无辜的盟军，所以他们觉得宁愿牺牲少一点人，要救多一点人。您也注意到了，是多死100万盟军，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杀敌救我，而绝不是杀一救百。在杀一救百这个概念中是没有敌我划分的，对方没有把敌我都分清楚了，杀敌任何情况不用救百，不用救我都是对的呀。对不对？我们也承认双方都是无辜的。那请问，我们杀敌是不是应该去杀抗日前线那些日本人，而不应该去炸他们的居民？那些居民也是无辜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双方是都承认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就是炸掉那些无辜的居民，还是死伤那些无辜的盟军，都是我们的选择，都不道德。所以说，不要再拿您方正不正当、道不道德去比。在这种都不道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应该杀一救百？哎，来说一个简单的案例啊。IS 认为我杀对方的平民可以挽救我的很多的士兵，因为我如果正面刚对方的正规军，我会死得更多。那请问你，这个时候我杀对方的平民，是不是叫做杀一救百？对方没有 ，ISIS 这个属于一种极端势力。如果说我们说的原子弹的势力中，原住民是无辜的，但是那100盟军，我们没说那100盟军都是军人吧？那100盟军有可能就是每一个盟军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应该杀一救百？请您方正面回答我们。因为你自己我们到底要不要讨论极端情况？我们先确认一下。你都说了是极端的情况，你刚才说盟军里面可能有他的自己人，其实说白了，你做的还是敌我的划分，在杀一救百里面没有敌我的划分。我们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交给你们攻击，不然全场都攻击的是你们的例子。如果今天我走进医院，血账已经空了，有3个血型和我一样的人，他们的血都流到差不多了，马上抽干我的血，这3个人能活，医生要不要做这样的事？
医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谁有权利去决定别人的生死权。但是在我们的框架讨论里边，不是说我自愿去选择，而是说你被推到这个位置了，你两个选择必然都会侵犯到别人的生存权了。这种情况我是无奈的，这种情况我是内疚的，但是我必然要做出选择。宁芳刚才有句话我说得特别好，你说人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没错吧？这句话我再确认一下，没错吧？那为什么当我发现有一边只有一个，有一边有100根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这种宁芳说的没有的权利？对，因为无论你做哪一种选择，作为和不作为，你都在侵犯别人的生存权。你作为了，你侵犯到一个人的；你不作为了，你间接杀死了那100个。按照你的说法，就是两种情况都很烂，反正我就选一种不那么烂的来做，对不对？那对方表为什么是应该？美国人并没有因为自己投了2颗原子弹而自豪，而觉得自己应该投的对，反而是每年都在纪念对方表。如果这么应该，为什么美国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对，反而是每年都在忏悔和纪念？对，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做出的事情而自豪，我们只是说我们心怀愧疚，没有办法，我们也会忏悔，但是在这样一个两难的情况下，我们愿意。谢谢双方辩友。现在是总结陈词环节，时间将会按照各方实际剩余时间来计算。我们请反方4辩先做总结，有请。好，谢谢各位。在辩论之中啊，底线就像底裤，必须要打到最后，衣服都打烂了，才会露出来。好，那对方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也说了，他承认他方的观点是违背道德的，对吧？大家听见没有？他说：“哎呀，其实我方这个选择也很烂，可是呢，反过来选择也很烂。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极端情况？因为极端情况就是大家都很烂，既然都很烂，干脆选个好一点的吧，是吧？这是对方的底线，就是他也没说我是对的。第一，他承认我不应该，我只是觉得都烂的时候，我选一个不那么烂的。好，现在我们 focus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 focus 在它是不是一个不那么烂的选择啊？我姑且承认你这个底线是对的啊，它是不是不那么烂呢？第一，我们来看，在一个他所说的紧急情况下，我可以这么做，意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不那么烂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可是请问你，病急的时候乱投医的那个医，是不是一定比不治要更好？不是，因为很多时候人体的自愈性的疾病还不如不治呢。你找一个江湖郎中，你说哎呀，我算了，我随便找个郎中，我随便吃点药，我告诉你不对，你还不如不吃药。你说不定等着你自己好，都比那个郎中给你乱开药好。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无法选择，我告诉你很简单，听天由命，就这么简单。因为说不定上级的安排比你自己的选择更好呢。这是第一个，紧急情况下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方寸已乱的时候，建议你要镇定，这第一点。第二点，真的是紧急情况下，如果说就得这么做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一切都是紧急情况。刚才对方辩友也说了，ISIS 是极端势力，为什么它是极端势力？因为 ISIS 始终认为自己处于一个紧急情况，我们的信仰受到了挑战，我们的士兵在被屠杀，我们没有对方的那个科技和军力，我们这个紧急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选择攻击平民，因为为了达到同样的攻击效果，攻击平民能够大大节省我方的军力，能够节省我方的牺牲。我杀了你一个平民，而救了我方的100个战士，这不叫杀一救百吗？当然不叫了。为什么？刚才陈明说的很清楚，这叫杀敌救我，而不叫杀一救百。因为如果按照你这个方法来算的话，希特勒也是在杀一救百，丘吉尔也是在杀一救百，佛陀也是在杀一救百，魔鬼也是在杀一救百。所有的人如果都是在杀一救百的话，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叫做杀一救百。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方的基本的逻辑或者基本的价值观吧，如果说正面一点的话，就是说要牺牲少部分来满足大部分。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的话，我要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上帝？你如果不是的话，你牺牲谁，满足谁，满足多少？这个利益成本的衡量，到底权力在你还是在我？有一个笑话，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谭嗣同曾经写过荡气回肠的诗啊，这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空屯啊。如果说变法要有人牺牲的话，请自嗣同始。可是假设你想一下，如果这句话是康有为说的呢？自古变法没有不牺牲的，如果有牺牲的，请自谭嗣同始。
我康有为说的，他去死吧。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滑稽了。为什么？因为自我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大部分的利益是道德。可是有一个跟他长得很像，却不是他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牺牲。你作为上帝去让一部分人去牺牲，去满足其他人的利益。魔鬼和上帝之间往往只有这么一线的差别。最后没有最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什么地方？其实说实在的，不来自于逻辑。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逻辑，其实来自于一个对于电车难题的哲学的理解出了偏差。电车难题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胖子如果牺牲他能够拯救那5个在轨道上的人，我们拯不拯救？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好说。可是呢，后来桑德尔说，如果把这个胖子你亲手推下去，让他卡在电车的铁轨上，能够拯救那5个人，你拯不拯救？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不拯救。为什么？因为如果纯粹只是一个利益计算，这个胖子死，那5个人生，很多人会觉得，那让他去死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情况下，往往都是被动的选择，像丘吉尔那样的选择。到底要不要去拯救考文垂的那些无辜的居民？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2个情况，两害相权，我取其轻，这个不叫做杀一救百。真正的杀一救百，就像我第1轮质询中提出的，它必须是个主动行为。The blood is on your hand， 这个叫做杀。你吃鸡，你不一定杀鸡。你两害相权，说我饿，鸡不想死，我选择了我让你满足我的那个食欲，这不叫做杀鸡。真正的杀必须要 blood on your hand， 你必须要亲手推下那个胖子。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选择我不要去亲手去推下那个胖子，是因为一旦启动了这样一个主观选择，一旦启动这样一种主动性，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在滑向魔鬼的步伐。谢谢各位。谢谢反方思辨，现在轮到正方思辨做总结。您有4分钟02秒的时间，有请。谢谢学长，谢谢在场各位。首先我听了全场，我来讲句公道话，我觉得我方框架和对方框架存在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为什么我们听罗淼学长那个例子，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杀罗淼学长，但是我们听广岛那个例子，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原子弹确实应该扔下去。为什么我们会有直接感官的这种差别呢？是因为我们中间存在了一个巨大的差别。对方辩友，你是主动去把自己去做那个魔鬼，因为我们也承认说，没有人应该去决定别人的生存权，这一点我们是达成共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把你逼你去选择别人生存权的时候，你主动去说，哦，罗马学长，我来杀你，我要去救那个医生，说我要杀你，我要救那100个人，这种行为当然不对。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奇葩说》那一集，贾玲该不该死，对吧？那个时候有个大魔王把你推到那个船上，逼你，那个时候只有2个选择，那个按钮你按或不按，你按下去那1个人就死，你不按那100个人就死。这种时候，各位，和这个情况和罗马学长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你不是自己说我要去决定别人的生存权，我要去逼他牺牲，我要去杀了他，就那100个人，不是你自己的自主意愿，而是这个大魔王他逼你，他把你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你无论怎样选择，你都在侵犯别人的生存权。对方被我谈到了一个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存在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对方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你觉得丘吉尔当时不能说丘吉尔把这考文垂的这1个人杀了，你觉得是德军的错，所以这样的逻辑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其实没有关系，我只要我的双手不沾满鲜血就好，因为这件事情是德军是炸的。可是德军是错在我把你丘吉尔这个人推到了这个选择的位置上，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必然要侵犯一方的生存权，你要么侵犯考文垂那1个人的生存权，要么侵犯剩下的2000万人的生存权。你无论做出哪种选择，你都在侵犯生存权，对方辩友，你都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辩题根本就不是用道不道德可以来比较出来的，因为你的2种选择都是不道德。好，那么
我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框架的前提是要在紧急情况下才讨论？就是因为在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跟对方之前已经有过很多交锋，在不紧急的情况下，不是说不应该杀一就百，而是说杀一就百这个问题不存在。在99%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杀一就百是一件很疯狂的想法，你这个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好奇怪。所以这是为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啊？这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说，当这个问题不存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价值，只有在贾玲该不该死，你被大魔王推上那艘船了，这个时候你对我说。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杀一就百，我们应不应该杀？我们好像所有人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我们觉得考虑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邪恶，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因为这是一件确实迫在眉睫的问题。好了，最后我想谈一谈的是关于对方辩友你今天一直宣扬的一个人权的价值。其实，在这样我们只能选择杀一就百和杀百就一的情况下，人权这个价值，我觉得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始终是在侵犯人权。你不能说对方辩友的逻辑是告诉我们说，我这个按钮我不去按，那100人就不是我杀的，是大魔王杀的。我们来听一听，这样有没有道理？您方其实最终 care 的是。无论你的想法是我要杀了这100个人就那1个人，还是说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最终的客观结果是那100个人死，那1个人活。所以您方的想法是我根本不 care 最终的结果谁死谁活，我只要我的双手不沾满鲜血就好，我只要我的良心不被谴责就好，我只要让我自己一心自己安宁就好。对方辩友，这不是道德，这是自私，就是这样的人不足以担当大任，因为当真正危难的情况紧急来到的时候，你不可能为这个群体做出最优解，你一心只想了自己的道德，但是我们希望有人可以足够勇敢。谢谢。谢谢正方思辩，比赛结束。谢谢。